邻居老太每天不到5点就敲响小区的铁门，吵得整个小区都睡不着觉，只为了能抄近路去买第一波的打折早点。开门，快开门！老娘要去买打折早点！我腾的一声从床上坐起来，眼圈乌黑，那股邪火瞬间直窜天灵盖。我是昨天刚搬进来的，在顶级生物实验室熬了10年，长期的高压实验让我攒够了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可也让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本想换个轻松的方式好好调整一下失眠症，结果入住第1天就被惊醒。我推开窗户往下看，1楼侧门边上站着个披头散发的王老太，她正2只手死死拽着铁门的栅栏，用全身的重量疯狂晃动着铁门。可为了防止外人溜进来偷电瓶车，物业规定侧门每晚12点上锁，早上6点才开。但王老太可不管那些，每天4点50天还没亮就开始摇门。老邓，你赶着去给你祖宗上坟呢！大清早在这摇丧灵，你嫌命长，我送你一程。王老太动作一僵，猛地抬头，那双浑浊的3角眼里射出2道金光。她不仅没被吓住，反而扯着脖子对我干嚎：哪来的小畜生，没家教！包子铺4点半开门，抢打折早点，我摇门怎么了？耽误我买2块钱1袋的豆浆，你赔得起吗？他一边骂一边像开了加速器一样，一路小跑，直接冲进了单元门。没过2分钟，我家防盗门就被砸得哐哐作响。2楼新搬来的那个，赶紧开门！敢招惹老娘，活得不耐烦了！扰民还敢主动找上门，我还是头一回见。我冷笑着拽开大门，迎面扑来一股子浓烈的韭菜口臭。老太太，你哪位啊？为了2块钱的豆浆，摇得全楼不得安生，钱不上瘾，挨喷上瘾是吧？王老太气得老脸发青，指着我鼻尖唾沫横飞。我就是你对门的，我在楼下摇门了，你能拿我怎么着？我告诉你，我心脏里搭了2个支架，你要是敢气出我个好歹，我直接死你家门口，饿死你！我看着眼前这位老赖天花板，冷冷一笑。行，那你千万保重身体，别死太早。王老太见我不吃威胁这一套，恶狠狠地死盯住我，啐了一口。算你小子有种，咱走着瞧！说完，他噔噔噔跑回了对门。见状，我深吸一口气，在大厂实验室待久了，太清楚这种带有社会属性的害虫有多难缠。跟他讲道理，那是侮辱我的智商。此时业主群里早已炸了锅，和物业经理管不管？天天这么摇，我心脏支架都要震掉了。别说了，我盖老太太堵我门口骂了1钟头，说我诅咒她买不到早点。各位业主体谅一下，王老太有心脏病证明，咱们保安也被她打伤过2个了，实在惹不起啊！体谅。我看着自己因为神经衰弱而出现的黑眼圈，冷笑一声。在这小区里，心脏病似乎成了某种暴力许可证。你有心脏病，你就可以摇晃全楼的安稳；你有免死金牌，你就可以践踏所有人的规则。但我周成专治各种不服。为了教训常年在小区里嚣张跋扈的王老太，当天下午我就出了一趟门，没去超市，而是直奔数码城。我花大价钱买了个微型夜视高清摄像头，隐蔽地装在了楼梯死角的一个废弃感应灯壳子里，角度正好能俯视我家大门和公用走廊。而且这玩意儿带全彩夜视和高保真录音。做完这一切后，我这才长舒一口气。然而我深知，要想睡个安稳觉，必须从源头切断。于是我找出从实验室带回来的那瓶高粘度全合成润滑油，这原本是用来保养精密仪器的。我戴上白手套，把这玩意儿均匀地涂在了侧门所有受力的铁栅栏上。我不是为了摔它，我只是为了消音。既然你想摇，那我就让你使不上劲。而为了提醒路人，我还特地的在铁门上贴了一张警示纸条。做完这一切后，我长舒一口气，心想着这次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可哪料等到了次日的凌晨4点整，王老太再次如约而至。他根本就无视我粘贴的警告，还以为是谁故意吓唬他的，直接一把将其扯掉。随后双手习惯性的狠狠抓住铁栏杆，准备开启今日份的摇门大法。然而就在他双手发力的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王老太那原本志在必得的力量，在触碰到栏杆的刹那间，由于惯性，他整个人因为重心不稳，突噜一下直接顺着栏杆滑倒在地。就在这时，听到声响的保安小王走了出来，看着趴在地上给自己行大礼的王老太，整个人都石化了。王奶奶，您这是提前给我拜年呢？王老太在侧门那惊天一跪，跪碎了她纵横小区10年的尊严，也跪青了她那双老寒腿。早点摊的第一锅豆腐脑她没抢着，倒是抢到了小区早起遛狗大爷们的一致围观。据小王保安说，王老太爬起来的时候，那张老脸黑得像锅底灰，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听到声音的我起床站在阳台，看着她那落魄又狰狞的样子，不由觉得好笑。不过我低估了这种老裘皮的心理补偿机制，在外面吃了亏，她必须在家里站回来。早上10点，我订的2箱水果到了，一箱是顶级车厘子，个头大的像乒乓球，另一箱是开了壳的金枕榴莲，那浓郁的香味隔着保温袋都能把猫勾的挠墙。外卖小哥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戴着耳机在洗澡，水声太大没听见。等我擦干头发推开门时，门口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瓷砖。我冷笑一声，甚至没去敲对门的门，直接在手机上点开了监控回放。画面里，3分钟前王老太像个深海潜水员一样，先是死死盯着那2箱水果，随后猛地伸出干枯的手，像拎战利品一样临关门前还朝我家大门狠狠啐了一口浓痰。看到这一幕，我瞬间笑了。
淡定地换上一身运动装，慢条斯理地敲响了对面的防盗门。屋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咀嚼声，随后是塑料袋沙沙作响的声音。过了足足1分钟，门才开了一道缝。王老太那张满是褶子的脸挤在门缝里，嘴角还沾着一抹紫红色的车厘子汁。干什么？大白天的催命啊！王奶奶，刚才外卖小哥把我的车厘子和榴莲放在门口了，监控显示是您老帮我收着了，麻烦还给我吧。什么监控？那是你家装的贼严！我告诉你，我刚才出门丢垃圾，看见门口堆着2箱没人要的烂果子，把楼道都堵死了，这叫消防隐患。我这是学雷锋做好事儿，帮你清理垃圾，你倒好，竟然还倒打一耙！听罢我也不废话，直接点开手机，把他偷东西的高清视频怼到他面前。王奶奶，看清楚了，这叫偷窃，价值超过500块，够送你进去蹲2天的了。王老太一看硬得不行，瞬间开启了他的终极防御模式。哎呦，欺负人了！新来的大学生要打死老太婆了！我这心脏刚搭的支架呀，被你这一下跳得跟拨浪鼓似的！救命啊！杀人了！这嗓门比清晨摇门时还要凄厉3分。不到2分钟，物业经理、小王保安和几个爱看热闹的邻居全聚过来了。物业经理一脸苦相的把我拉到一边，算了吧，这老太太真有心脏病。上回4楼的老张跟她吵架，她往地上一躺，最后老张赔了2000块医药费才了事。你就当水果喂了狗吧。见状，邻居们也纷纷摇头。小伙子，认栽吧，这老太太是咱小区的地雷，谁踩谁炸。王老太躺在地上，眼神里透着一股你能拿我怎么样的嚣张。我收起手机，突然对她笑了笑，那是那种非常有礼貌，甚至带点同情的微笑。行，王奶奶，既然您觉得那是没人要的垃圾，那这2箱水果我就送给您了。切！希望您吃得开心，毕竟有些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好消化的。王老太见我服软，一个鲤鱼打挺就爬了起来，随后拍拍屁股上的土，冷哼一声：算你识相，下次记得把垃圾扔远点儿，别脏了老娘的地界。说罢，他砰的一声把大门重重关上。我站在走廊里，甚至能听到门后他那放肆的笑声，以及他对老伴显摆的声音。老头子，快吃，这澳洲的大红果子甜着呢。那傻小子被我一下就怂了，白捡500块。可王老太却殊不知，她马上就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惨重的代价。第2天，尝到甜头的王老太又再次故技重施。早上快递小哥刚把我的包裹放下，没走多久，对面的防盗门就悄无声息地开了一个指缝。王老太那张干瘪的脸探出来，左右张望，确认楼道没人后，猛地将手伸向了那个快递包裹，动作快到拉出了残影。紧接着砰的一声关上房门。与此同时，我坐在自家的沙发上，正悠闲地喝着咖啡，突然听到对门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惊呼：虫，全是虫子啊！一声凄厉到几乎撕裂声带的尖叫穿透了2道防盗门。原来王老太刚兴冲冲地打开快递准备大饱口福时，却发现里面爬满了黑压压的虫子。那是我为了做实验特地购买的杜比亚蟑螂，结果却被王老太当作食物偷回了家。我悠哉悠哉地推开门，靠在自家门框上。此时的楼道里，王老太家的门缝正不断往外溢出黑色的小点，那是杜比亚蟑螂的先遣队，他们正兴奋地探索着这个新世界。救命啊！周成，你往快递里塞了什么？王老太推开门冲了出来，头发乱得像个鸟窝。最绝的是，她的老花镜架上竟然还挂着一只半个大拇指长的褐色蟑螂。物业的小王保安听到动静跑上来，当看到眼前的场景后，整个人直接原地石化。只见王老太家的客厅地板上黑压压的一片正在蠕动，沙发缝、电视后，甚至王老太那堆满了旧报纸的床底下，全成了蟑螂们的极乐净土。王奶奶，您这是搞物种多样性研究呢？哎，这快递怎么在您家？这不是我购买的实验标本吗？你管他怎么在我家啊！快把我弄走，弄走啊！那不行啊，大妈，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放在楼道里的都是没人要的垃圾。既然您觉得这是垃圾，还捡回家拆了，那说明您跟这些小宝贝有缘啊！王老太气得捂着胸口，一屁股坐在地上，准备开启心脏病碰瓷大法。但这次围观的邻居们没一个上前扶的。4楼的老张举着手机拍视频，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偷人家快递的报应，活该！搬家吧您呢？这蟑螂要是钻进墙缝，没个半年杀不干净。王老太看着满屋子乱窜的黑色蟑螂，再看看周围邻居嘲讽的眼神，一口气没上来，竟然真的白眼一翻摊了下去。但这招对我没用。小王，快录像作证，王奶奶这是被自己捡回家的礼物惊艳到了。咱们作为邻居，得帮她打120，顺便帮她叫个专业的消杀公司。费用嘛，既然是她自己拆的箱子，肯定得她自己出啊。那一晚，王老太家灯火通明，
消杀公司的喷雾装置喷出的白烟顺着他家的窗户往外冒，远看还以为是失火了。王老太坐在楼道的小板凳上，看着一袋袋被扫出来的蟑螂尸体，每扫出一袋，她的脸就抽搐一下，那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本以为经此一役，这老太太能消停点，但我还是低估了那种骨子里透着恶的生存意志。2天后，王老太家虽然没了虫子，但那股子浓烈的杀虫剂味还没散，她就开始了新的报复。她不知道从哪个废品收购站拖回了一个巨大的、款式老旧的卧室冰柜，那冰柜起码有10年房龄，外壳锈迹斑斑，封条上还带着不明来源的黄色油垢。她把这玩意儿往楼道里一横，不偏不倚，正好堵住了我家大门的一半出路。更绝的是，她从冰柜后面拉出一根又细又黄的破电线，鬼鬼祟祟的顺着墙根，直接插在了我家门口那个原本用来插监控的独立插座上。我推开门的时候，正撞见她在往冰柜里塞一袋袋发绿的打折猪肉。王奶奶，这冰箱占道了，而且您这店接的是我家的吧？怎么着？我刚花了3000块消杀费，家里现在都是毒气，冰柜放屋里会爆炸。这楼道是公摊面积，我凭什么不能放？至于这店，我帮你家消消磁，收你点电费是看得起你。他一边说，一边往冰柜里塞着散发着酸味的冻鱼，那眼神仿佛在说：这蟑螂我认栽，但只要我还没死，这楼道就是我的地头。我看着那个嗡嗡作响，由于老化正疯狂消耗电量的旧冰柜，又看了看他那沾沾自喜的背影，心想既然你喜欢玩阵地战，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王老太那个破冰柜简直就是个小型生化反应堆，它不仅嗡嗡作响，震得我家入户门的门框都在颤，还散发出一种陈年冷酷混杂着变质血水的腥臭味。最气人的是，我眼看着自家智能电表的读数像嗑了药一样蹭蹭往上涨，这老太太算准了，我总不能为了几度电大半夜去剪她的电线，那样她准能躺在地上演一出触电身亡的年度大戏。小周啊，做人别太小气，这楼道宽着呢，我这冰柜放这儿还能挡风。再说了，用你家点电怎么了？我那心脏支架每天还得耗氧呢，你这就当积德了。王奶奶说的对，积德确实得积德。我没有去找物业，也没有报警，这种小打小闹物业管不了，警察也顶多口头警告。我直接在网上买了一个智能断电器，趁着王老太下午去楼下跟人搓麻将的功夫，叫了个相熟的电工师傅，直接安装在了我屋里的配电箱里，让他无法偷电。而此时西红的气温已经飙升到了38度，楼道里虽然阴凉，但那种闷热感依然像个大蒸笼。那是周6的下午，我正戴着降噪耳机在家喝冰可乐，突然听见楼道里传来一声足以掀翻房顶的惨叫。谁往我冰柜里拉屎了？我放下可乐，慢悠悠地推开门，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直接撞进了一座停电半个月的屠宰场。一股浓烈到近乎实质化的臭味像海啸一样扑面而来。只见王老太正跌坐在地上，面前那个破冰柜的盖子大开着，里面的景象堪称人间地狱。那些所谓的特价肉已经彻底变成了墨绿色，由于肉质纤维已经松散成了糊状，正顺着冰柜底部的缝隙往外滴答着黑红色的液体。我的肉啊，好几百块钱的肉啊！周成，是不是你把我电也给掐了？王奶奶，您看这插座灯亮着呢。物业小王，你快来看看，是不是大妈这冰柜太破，压缩机烧了？大妈，电好着呢，是你这冰柜太老了，这属于自然损耗。再说了，你这味道实在太冲了，邻居们都投诉到街道办了，说你这儿搞生化武器实验。胡说！我早上看还冻得硬邦邦的。大妈，这肉烂成这样，估计是你这冰柜昨晚是偷罢工了，专门挑你睡觉的时候偷懒的。哎，这种老古董最容易内伤了。邻居们此时也纷纷围了过来，大家都被这股味道熏得眼泪直流。王老太，你这也太过分了，这味道我回家得洗3遍澡。在群情激愤下，王老太自知理亏，她看着那一柜子流的烂肉，又心疼又恶心，最后只能和她那个同样抠门的老伴，一人戴个防毒面具式的口罩，一桶一桶的往楼下拎那些烂肉。而等搬完肉的王老太还没歇口气，又一个更大的麻烦找上了她，因为那些腐肉粘液顺着楼道流了一地，吸引了半个小区的苍蝇和流浪猫。物业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王老太看着那条子，气得差点真的心脏病发作，但没意识到这只是她阵地战崩溃的开始。因为接下来她为了报复我，干了一件最愚蠢的事，她把她那堆积了3年的打算卖钱的废纸壳和旧家具全都堆在了我的大门口，她想堵死我的路。我看着门口那座垃圾山笑了。既然你这么喜欢送礼，那我也得回个大礼包啊。周日早上10点正是阳光最好的时候，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阳台上，顺手在手机上发了10几组同城信息。我不仅发了2手平台，还精准投放到了附近几个小区的废品回收互助群和中老年康乐生活圈，标题极尽诱惑：王奶奶移居海外含泪大放送，红木家具纯棉垫子，万金纸壳免费自取，手慢无。为了增加可信度，我还配了一张王老太那个破鞋柜的高清滤镜图，顺便把它放在门口纳凉的真皮躺椅也拍了进去。果然不到20分钟，小区门口就传来了紧凑的蹬3轮声。第一个杀到战场的是破烂王李大姐。李大姐在这一片拾荒界号称铁齿铜牙，方圆3公里内的纸壳子，只要被她盯上，连胶带纸都留不下。
紧接着是住在隔壁栋的战斗大妈张姨，后面还跟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同盟，人手一个巨大的编织袋。他们走进1单元楼道的那一刻，眼神里闪烁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感应灯。就是这儿，红木书柜，快抢！哎呦，这纸壳子捆得真整齐，王奶奶真是好人呐！这躺椅归我了，我孙子正缺个午睡的。一时间，原本静谧的楼道瞬间变成了菜市场。我悠哉悠哉地推开门缝，正好看到李大姐正和张姨为了争夺那个破鞋柜的所有权而互不相让。这是我先看见的，我3轮车都停在门口了，见者有份儿。网上说了是免费自取，谁力气大归谁。就在这时，王老太刚午睡醒，推开门准备看看我被堵得有多憋屈。然而门一开，王老太整个人都傻了。她看见几个平时跟她抢塑料瓶的死对头，此时正像蝗虫过境一般，拆她的纸壳，搬她的椅子，甚至连她垫在鞋柜下的破地毯，都在被几个老太太暴力拉扯。你们干什么？抢劫呀！老王，你这就没意思了。网上都说了你要移居火外，这些破烂送给大家伙积德。咱们老邻居一场，你发财了，拉扯兄弟姐妹一把，咱们记你的情。谁要移居海外，谁要送你们，这是我的钱，我的命。王翠花，你这人就是格局小。发帖的人说了，你是因为心疼邻居才大放送的，你现在反悔，是不是耍我们玩呢？大家伙费劲巴拉跑过来，邮费你报销啊？哼，谁发的帖？周成，是不是你？王奶奶，您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这一下午在屋里看书呢。再说了，这些邻居大妈都是热心肠。我看他们搬得这么卖力，还以为您真的大发善心，想通了要做个好邻居呢。我做个鬼，都给我放下！王老太彻底急了，她冲上去想推搡李大姐，可李大姐是干力气活出身的，膀大腰圆，反手一挡，王老太就踉跄着退后了好几步。哎呦，王翠花，你还动手？你以为这小区是你家开的？大家看啊，王老太耍人玩，还打人，把东西都搬走，一样不给他留。大妈们的斗志被瞬间点燃，原本他们还有点疑虑，现在直接演变成了公益制裁。不到5分钟，我门口那座垃圾山消失得干干净净，楼道里终于清静了。不仅垃圾没了，连地面都被大妈们磨得发亮。我蹲下身，捡起地上掉落的一根发黑的皮鞋带，扔进垃圾桶，并给王老太发了一张干净的楼道照片，并附言：王奶奶，邻里互助，利国利民，现在的楼道真宽敞，您说是吧？对门瞬间传来了一声重重的摔门声，紧接着是王老太声嘶力竭的怒吼和砸盆子的声音。而这件事过后，我以为她会消停一晚，但我低估了这种人的韧性。凌晨2点，我被一阵极其细微的像是指甲挠门的声音惊醒。我点开监控，画面里王老太换了一身全黑的旧棉袄，手里竟然拿着一个白色的瓷瓶子，正往我门口的门缝里倾倒一种暗红色的液体和臭鸡蛋，一边泼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我没开门，而是直接给物业经理发了个视频，顺便报了警。很快半小时后，张警官带着2个辅警再次上楼。张警官看着满地的鸡血，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王老太这次学聪明了，她往地上一躺，手捂着胸口，脸色惨白。警官同志，我这心口疼得厉害。哎呦，那个周成他克我，他一搬过来我就心慌，快送我去医院。又来这套，行，既然你说疼，那咱们就去医院做个全套检查。如果查出来没病，你这叫阻碍执行公务。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老太开启了她的表演巅峰。她躺在移动病床上，只要医生一靠近，她就全身抽搐，嘴歪眼斜的口吐白沫。她那个一直躲在老家装死的儿子赵强，也在这时候连夜赶到了，一进诊室就拍桌子：谁是周成？谁把我妈气成这样的？我妈要有3个大长2个短，我让她在西阳待不下去。我推开诊室大门，手里拿着一叠刚从打印机里出来的监控截图。我是周成，赵先生是吧？你妈半夜在我门口泼狗血，监控拍得一清二楚，这是物证。另外，你妈刚才在救护车上偷偷吃了一颗降压药，想假装高血压症状，却被担架员看见了，这有人组证。赵强的脸僵了一下，但他这种混迹社会的老油条反应极快。你少在那放屁！我妈那是受了惊吓，喝点臭鸡汤怎么了？谁让你家那房子阴气重？就在这时，主治医生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心电图正常，脑 CT 正常，血液样本检测出含有过量的非法降压药和升压药混合成分。简单来说，患者是人为制造的指标异常。大妈，别装了，再装下去，你这肾都要被你乱吃药给吃废了。王老太一听肾废了，吓得腾地一下坐了起来。医生，你可别吓唬我，我这就是心口疼。见此情形，张警官瞬间明白了一切，立刻愤怒地表示，如果他再继续这样装病，就立马将其带回去按寻衅滋事处理。此话一出，刚才还蹦跶的王老太一家瞬间蔫了，深知再闹下去自己也讨不到好处，于是只能灰溜溜地回到了小区。而经此一事，这几天小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清静，侧门的铁门没人摇了，楼道也没人堆垃圾了，连小区的空气都透着股自由的甜味。就在我以为终于能过上清静的日子时，隔天赵强就带头在楼道里摆了一张行军床，直接堵在我大门口。姓周的，自从你搬进来，我妈就没消停过。现在她病重了，活不了几天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在你这屋里静养。
你这屋阳气旺能续命。赵强一脸狰狞，手里攥着一根铁棍，这是典型的软硬兼施。他们知道报警没用，因为王老太病重，警察也没法强制驱离。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我搬走，或者让我赔一笔巨款。在他们村里，这叫吃绝户。只要把邻居闹怕了、闹跑了，这地盘就是他们的。赵强，这楼道是公共面积，你妈要静养，回你自个儿屋去。回屋，我妈看见你就生气，一生生气就犯病，你就得负责。今天你要么拿20万赔偿金，要么这门你就别想出。周围的邻居们想出来劝，却被赵强那帮狐朋狗友一个个瞪了回去。李大姐想帮我说话，结果却被赵强媳妇一口唾沫啐在脸上。一时间，正义似乎被这种无底线的流氓行径给压制住了。但我没急，我甚至还给赵强递了一瓶矿泉水。行，赵强，你要玩大的，我陪你。我反手关上门，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赵强以为我怕了，坐在行军床上得意洋洋地对他妈说：妈，你看，大学生就是嫩，吓唬吓唬就怂了。王老太躺在床上，脸色虽然枯黄，但眼神里全是计谋得逞的狡黠。还得是我儿子有办法。他们不知道，我那个电话是打给西红柿卫生监督局和消防支队安全整改科的。不到2小时，2辆亮着灯的公车停在了楼下。见状，赵强还在那儿叫嚣：督察来了也没用，我妈有病，我看谁敢动。然而这次下来的不是民警，领头的是个穿着制服的消防官兵，手里拿着测距仪，一脸严肃。谁在楼道撕拉乱接，还摆放易燃床具，这属于阻碍消防通道，情节严重的要追究你的责任。同志，我妈病了，搁这透气呢。透气？这是消防通道，不是疗养院。还有，你这属于私自携带管制器械。小王，录像取证。紧接着不过2分钟，几个环境局的干事也上来了，表示他们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住宅楼道内蓄意堆放排泄物，那是王老太为了恶心我，故意让孙子在门口撒的，这严重违反城市管理条例。干事当众给赵强开具了每天1000元的罚单，直到他们清理干净为止。1000抢钱啊！不交也行，我们会申请强制执行。赵先生，我查了下你的社保信息，你在市里还有一套房产和1辆车，对吧？正好可以抵债。赵强这下彻底傻眼了，他这种流氓不怕警察抓他关几天，但就怕别人动他的财产。妈，这咋整？王老太一看钱要保不住，又想躺在地上开启躺地大法，但这次我直接从屋里搬出了一个大音响，正对着楼道，里面播放的不是音乐，而是刚才赵强和王老太商量如何敲诈回村盖别墅的完整录音。大家听听，这就是病重的王奶奶，这就是救母心形红的赵大哥。这一刻，邻居们终于憋不住了，齐声呐喊：滚出我们小区！而在群情激愤和高额罚单的双重压力下，赵强再横也没用了，他只能灰溜溜地收起行军床，一边骂一边拉着王老太往屋里钻。周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伴随着赵强气急败坏的咒骂和一声震耳欲聋的摔门声，楼道里终于恢复了平静。那张堵在我门口的行军床没了，但环保局每天1000块的罚单却像一道催命符，死死贴在了赵家人的脑门上。对于赵强这种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村霸来说，看着存款每天因为罚款在流失，比杀了他还难受。而经历了前几次的交锋，王老太那点撒泼打滚的招数，在我这儿算是彻底碰了壁。但我低估了这种人的报复心，对门消停了还没2天，楼道里又开始不对劲了。这回王老太不闹了，她又开始动员全家捡破烂了。她和她那个游手好闲的儿子赵强，每天凌晨2、3点钟就开始在楼道里叮铃当啷的整理废纸壳、易拉罐和破编织袋。他们故意把那些散发着馊味的垃圾堆在离我家门不到半米的地方，我在监控里听得清清楚楚。赵强一边踩易拉罐，一边压低声音跟他妈嘀咕：这小子不是最怕吵和臭吗？咱就天天半夜在门外头捡破烂，恶心死他。他要是敢出来管，咱就说穷人家讨生活，看报警谁占理。就是，这小区又不是他家的，穷人捡点纸壳子怎么了？耗死这个小畜生！看着监控，我瞬间笑了。他们以为这招叫魔法打败魔法，用道德制高点和弱者身份来恶心我。对于一个失眠10年的大厂科研狗来说，这种程度的噪音确实致命。但10年的实验室生涯也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当实验对象出现异常的规律性行为时，往往隐藏着更深层的数据动机。我没有推门去骂，而是泡了杯咖啡，坐在电脑前，调出了门口那颗微型高清夜视摄像头的回放。我开始倍速分析他们这几天的捡破烂轨迹。果不出所料，很快我就发现了端倪。视频里赵强每天凌晨3点多拖回来的那个编织袋，形状极其不自然，废纸壳和塑料瓶是蓬松的，但赵强拖拽那个袋子时，肩膀的肌肉紧绷，手臂青筋暴起，袋子在水泥地上摩擦出了沉闷的沙沙声，那绝不是几个破易拉罐能有的重量。我立刻将画面定格，局部放大拉满锐化和对比度，在夜视仪的清晰捕捉下，我看到编织袋的一个破洞里，竟隐隐露出了一个带有金属光泽的黑色4方块，上面还带着一节被钳子粗暴剪断的红黑电线。我脑子里嗡的一下，瞬间全明白了，那是电动车的铅酸电瓶。我立刻拿过手机，翻开这半个月被我设置成免打扰的小区业主群，果然群里早就炸开锅了。谁这么缺德？我刚换的雅迪电瓶，
停在3号楼下的右边。防盗锁都给剪了。业主们义愤填膺，但苦于小区老旧监控探头坏了一大半，根本查不到贼在哪。大家都很纳闷，小区虽然破，但门口好歹有保安，贼是怎么把那么多沉重扎眼的电瓶给运出去的？现在答案就在我的屏幕上。这对母子表面上是半夜捡破烂，恶心邻居，实际上他们是借着这堆酸臭的破纸壳子做掩护，干着偷电瓶的无本买卖。他们把偷来的赃物藏在纸箱最下面，上面盖满臭烘烘的垃圾。就算出门碰到人，谁会去翻一个老太婆的破烂车？真是老天爷端着饭碗往我嘴里喂啊！我看着监控屏幕，嘴角忍不住上扬。怪不得赵强没有什么正经工作，还能在城里买房买车，原来是在背地里做这样的无耻勾当。凌晨3点40分，屏幕里再次出现了赵强的身影，他做贼心虚的东张西望，背上扛着一个极其沉重的麻袋，哼哧哼哧的爬上楼。只见王老太赶紧拉开门，到手了，4块大电瓶，沉死老子了！快拿纸壳子盖严实了，明天一早当废铁拉到南郊废品站去。证据确凿，现行犯，赃物全在。我连门都没出，直接拿起手机拨通了110报警中心。指挥中心您好，幸福里小区2单元202对门，我正在通过监控目击一桩连环盗窃案。盖上。嫌疑人刚刚盗窃了小区内的多个电动车电瓶，赃物目前正藏匿于楼道内。为了防止嫌疑人转移赃物或销毁证据，请警方立即出警。我这里有完整的高清录像。说完，我挂断电话，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静静的等待收网。老小区的夜晚极其安静，不到10分钟，2辆警车连警笛都没拉，悄无声息的停在了我们单元楼下。4名警察打着强光手电，训练有素的直奔6楼。剧烈的砸门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如同炸雷，过了好半天，对面的防盗门才被拉开一条缝。王老太揉着眼睛，装出一副刚睡醒的无辜模样。哎呦，同志，这大半夜的出什么事儿了？赵强也穿着个裤衩凑了过来，一脸的不耐烦。大半夜扰聘呢？就在这时，我推开门，从警察身后走了出来。赵强，别演了。赵强一看到那画面，脸色瞬间煞白，下意识的就要去关门。别动，别动！2名民警直接将赵强当场控制。另外2名警察掀开了楼道里那堆散发着恶臭的纸箱，伴随着纸箱的翻倒，4个沉甸甸的电瓶直接掉了出来，人赃并获。王老太这下彻底慌了，她双腿一软，往地上一摊：“冤枉啊！我们不知道那是别人家的啊，我们以为是没人要的废品才捡回来的。我心脏不好，你们别抓我儿子。”废品？人家锁在车上的电瓶，你拿断线钳剪下来当废品捡？赵强，你以为你只是偷了几个电瓶？昨天凌晨，3号楼的刘姐骑车带害孩子上学，就因为你偷走的那个井盖，车轮陷进去直接翻了。刘姐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没醒，左腿粉碎性骨折，孩子也吓出了心理创害。我站在一旁，看着王老太那张瞬间惨白的脸，心里没有半分怜悯。在大厂实验室做实验，哪怕一个小数点的误差都能毁掉整个项目，而赵强为了200块钱的废铁，毁掉的是别人的一个家庭。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你们母子俩这回麻烦大了。带走！听到数额较大这几个字，王老太连干嚎都忘了，像一只被抽干了空气的气球，彻底瘫作一团。最后是被2名警察半拖着架下楼的。第二天，整个小区群像过年一样热闹。得知是那个横行霸道的王老太一家偷了电瓶，平时受过他气的邻居们恨不得放2挂鞭炮庆祝。半个月后，案子判了，因为多次盗窃罪数罪并罚，赵强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王老太作为同谋和销赃者被判了3年，而伤者家属也提起了高额的民事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加在一起高达150万，王老太一家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最终他们名下那套老破小被法院依法查封拍卖。搬家公司来清空对门那天，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郁郁葱葱的老槐树，没有了凌晨4点的金属撞击声，也没有了楼道里的恶臭。这世上总有些烂人，觉得善良是懦弱，觉得忍让是可欺。他们把法律当成儿戏，把不要脸当成武器。但对付这种人，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在烂泥里打滚，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站在阳光下，用严密的逻辑和无懈可击的证据，亲手把他们送进他们该去的地方。恶人自有天收，而我就是那个替天递交证据的人。